男友贪婪地盯着女友的闺蜜，迫切地想要和她多了解了解。其实绿茶也正有此意，也想利用渣男报复好朋友。另一边，志远躲到了江边，他考虑该如何为自己刚才奇怪的举动解释，索性告诉志贺，虽然自己和渣男是公认的办公室情侣，但他不想谈论私生活。没想到志贺压根就没想问，还叮嘱只要做的决定对自己好就行。其实志远最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直以来都在努力地迎合别人，以至于忽略了自己。他现在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室内装修和必要的防身术。호신술? 그거 내가 가르쳐줄까요? 홀신술을 부장님한테요? 志贺认为被小看了，习惯性地摘掉了眼镜。志远立刻表示，他上一次就有种感觉，志贺要不要考虑不戴眼镜？与此同时，绿茶向渣男倾诉苦水，他觉得志远变了，甚至有点奇怪，感觉二人的关系越来越远了。渣男被他这么一说，也怀疑女友是不是喜欢上志贺。这时绿茶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非常真诚地告诉渣男，今天要不是有他自己肯定会很难过的。진짜 최고. 짱 멋있어요. 渣男哪受得了这个，连忙夹菜缓解注意力。恰好二人夹到同一根年糕。此时此刻，渣男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另一边，志贺送志源回到公寓楼下，叮嘱他结婚前一定要尽量多交往一点人看看。志源误以为他很开放，听到这话，堂堂公司总经理竟然语塞，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清楚想表达的意思。然而那副着急的样子却把志源给逗笑了。刚进屋，志源就接到了绿茶打来的电话，不过他依旧没有接。紧接着绿茶发短信解释，真的不知道同学们会那样，不然肯定不会叫他去的。志源懒得理他，准备洗漱，突然渣男又打来电话，然而接听后传来的却是绿茶的声音。志源想都没想直接挂断，还真是鱼找鱼虾找虾。他现在只求一件事，那就是渣男和绿茶赶紧结婚吧。这时N浩也打了过来，毕业这么多年，二人从没联系过。原来高中时期他俩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误会，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说过话。按照闺蜜的描述，是她将志源暗恋N浩的事告诉了对方，当时志源误以为喜欢让N浩不高兴了，所以才会闹到这个地步。然而N浩坦白是志源拒绝了他，自己还留有当时拒绝的回信。志源希望二人立刻见面，并拜托N浩带上自己的回信。第二天，志源刚踏进公司，就引来了同事们惊讶的目光，没想到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为此志源非常感谢妍希，最激动的要数渣男了，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友，恨不得现在就抱住啃一口。然而在志贺的眼中，二人的行为仿佛是情侣之间的亲密，并且志源还笑得特别的开心。他一个不留神撞到了几件产品，绿茶赶紧弯腰去捡好，趁机献媚。然而志贺看都没看他一眼，反而来到志源的面前，评价他今天的穿着似乎不合适工作。旁边的仓鼠妹妹立刻解释很适合，为什么要指责他呢？注意后加了敬语。这时志源发现志贺没戴眼镜，一旁的绿茶又凑上来拍彩虹屁，但再一次被志贺打断。女朋友突然变成美女，渣男收到赞赏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危机，于是立刻叫上志源单独聊一聊。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宣示雄性的主权，站起身就想啃志源。那么志源接下来会怎么回击呢？原来渣男想啃志源宣示主权。幸好咖啡是冰的，不然又得进医院脱毛了。这小子来不及发火，跑去换裤子。恰好绿茶来找志源谈心，不得不承认他撒谎的技术真是一流。绿茶将责任全都推卸到校霸们的头上，还假惺惺地问不会怪人家吧？要不是志源死过一次，可能真就相信并且原谅绿茶了。然而这一次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报复。志源称绿茶完全没有理由说谎，除非想欺负自己，或者让自己看起来是个怪胎。可是会那样做的人未免也太狂妄了。此时绿茶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不得不装作同意。然而这还没完，志源提醒校霸们的霸凌目标转向了绿茶，作为闺蜜自己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毕竟不是高中学生，所以要跟N浩问个清楚。绿茶听后怕死了， 걱정 마, 내 반쪽. 나 이번엔 진짜 그냥 안 넘어가. 绿茶强装镇定，故意提起渣男可能会不高兴的。志源立刻表示男友不是那种人，还故意透露他最近靠股票赚了很多钱。注意绿茶得知消息后眼睛都在放光。当晚下班时，绿茶对志源的称呼变成了尊称，然后想请高管们吃饭，朴组长得去接小孩，志源要见客户，唯一一个想去的妍希还被他忽略，还真是什么眼看人低。电梯临关门前，志贺赶过来，他本想乘下一趟，忽然瞥见角落里的志源，决定挤进去。电梯里同事们夸赞志源的同时，感叹渣男的福气好，声音虽然不大，但志贺听起来很刺耳。最重要的是志源没表态，闺蜜又很妒忌。走出电梯，志贺没忍住，喊了一声志源，好奇他今天为什么穿成这样上班。可想了想，觉得这样问不合适，但心里又过不去这个坎。난 지원 씨가 렌즈 끼는 게 어떠냐고 해서 꼈어요. 所以想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为了谁，或者因为谁才打扮得这么漂亮。志源告诉志贺，穿着是让自己的心情好，没有为了谁一说。从现在起，他不会傻傻的拘泥于一种形式，一切只为了自己。
志源能这么想，志贺非常的开心，二人的关系从此刻变得微妙起来。回家的路上，志源回想起志贺与渣男之间的差距，不自觉的小鹿乱撞，猜测他会不会喜欢自己。然而目光一瞥，看到了妍希，他似乎因为买了个包包很高兴。志源刚想上前打招呼，却看到志贺走了出来，二人的关系非常亲密，超过了上下级。再加上志源记得上一世金科长举报妍希和志贺有不正当关系，因此仓鼠妹妹被开除的事，于是断定他俩是情侣。实际上妍希是体验生活的富二代，董事长的掌上明珠，志贺的亲妹妹。当晚志贺洗澡时盯着自己胸前和志源前上一模一样的涂鸦，陷入了回忆。原来上一世志源的丧礼上，他亲眼目睹警察将杀人犯渣男和共犯绿茶被逮捕，这才意识到喜欢的人是非自然死亡。紧接着又听到校霸们在吊唁厅谈论绿茶骗了他们几个的事，10年前的同学会上对志源太过分了，以及绿茶构陷和恩浩分手。恰好恩浩来到丧礼，亲口承认从未与绿茶交往过的事实。悲痛欲绝的志贺喝多了几杯，他所听到的志源的人生令人发指。回去的路上，志贺发生了严重的车祸，醒来后胸口莫名的多了个涂鸦。他穿越回到10年前，开启了第二次人生。一个醉酒的女孩独自走在街上，旁边2个猥琐的男人商量要不要捡尸，恰好被经过的志贺给听到。出于好心，他立刻拦住女孩，没想到却撞到了一起。此时的志源明显有些站不稳了，于是志贺问他叫什么名字，是不是一个人出来的。然而听到这句话，志源透露父亲在3个月前去世，并且刚刚和男友分手，可以说彻彻底底的是一个人。말고 친구야. 친구는 있을 거 아니야. 这一倒不要紧，惯性让志源的眼镜掉在了地上，被他自己给踩碎了。志贺不好意思地把志源的头摆正，然而志源突然闻到一股香气，直接就凑上前去仔细地闻了起来。不知道是味道太独特，还是他肚子饿了，直接张开嘴用力地咬了下去。志贺忍住疼没把志源推开，但叫喊声响彻整个街道。志源死死地咬住衣领就是不松口，最终志贺实在是受不了，这才用力地推开他。然而在志源的眼中，有个朦胧的男生站在面前，他反而笑得更开心了。没过一会，二人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可是志源的酒还没醒。志贺不明白为什么不回家再喝，然而对于他来说，在哪不都是一个人吗？父亲刚过世不久，也没有兄弟姐妹，就连妈妈都离家出走3193天了。说到这，志源有些不好意思，其实她有一个要好的闺蜜，可每当自己难过的时候总是联系不上。不过话说回来，像今天这副糗样，要是和闺蜜在一起的话，志源觉得有点窝囊。说罢放声大笑，她突然想起了渣男男友，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是说忙，就连父亲的葬礼都没来。虽然志源心中早有预料，但她依旧装作没事的样子。就这样过了3个月，一个人承受着那份悲痛。话锋一转，志源聊起了绿茶闺蜜，夸赞她既善良又可爱，她可是自己唯一的朋友。可是站在她旁边，总让志源有种很寒酸很窝囊的感觉。志贺认为有这种感觉应该远离她才对。志源没有回答，反问志贺坐过船没有。自从父亲过世，他好像每天都坐在船上一样，明明已经踩稳站住了，可身体却不停地摇晃，那种感觉让人非常的不安。志源想站在土地上，而秀敏就是他的那块土地。근데 이거 다 내가 찌질한 거예요. 끝. 그럼 나도 찌질한 건데 여보. 志贺也敞开了心扉，他的母亲已经过世5328天了，后来爸爸娶了继母，又生下了妹妹。虽然母女俩都是好人，但他的心里总是有个疙瘩。 와 진짜 찌질하네. 와 난 정신 차려야겠네. 진짜 대박 찌질한 사람 여기 있네. 志源和志贺聊了很多，从那天起，他要做他如土地般的朋友。不知道过了多久，二人躺在草地上，志贺轻轻地为志源盖好衣服，然后安心地睡着了。当他再次睁开眼睛，志源已经不见了。人生往往就是如此，昨晚畅谈心事的女孩可能只是一个过客，从今以后便没了交集。或许志贺也是这样想的吧。然而开学的第一天，志贺就听到个熟悉的声音在碎碎念什么发现自己的脸埋在一个不讨喜的大叔的怀里，真是吓死了之类的话。他闻声寻去，发现讲话的人正是那个女孩，不过他没有上前打招呼，然而心里却对大叔一词产生了不自信。 나 인상 안 좋은 아저씨네? 뭐 어떤 부분 얘기하는 거야? 인상이 안 좋다는 거 아니면 아저씨 같다는 거? 형, 선크림 추천해드려요? 其实志贺经常看到志源喂流浪猫，虽然心里非常害怕，但他尝试学着他的样子喂猫。时间如流水般悄然而逝，转眼间已过4季，喂养流浪猫成了二人一样的爱好。然而这一天，志贺为了救流浪猫，被车子撞伤导致退学。当他们再次相见时，一个是公司的总经理，一个是企划组的职工。本以为能有好的结局，没想到只是不幸的开始。就这样，志贺带着遗憾魂穿到了10年前，这一次他要改写与他的命运。